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湖北钟祥。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些石像生就知道我是个吃陵墓了。我现在不在明显陵啊，这个在明显陵旁边大概几公里一个陵墓啊。这座陵墓非常独特，可以说有时候是独一无二的。一开始很多人以为啊，这是一座帝王陵，恰相反，这个是一座女人墓。我们在中国古代，女人的陵墓啊非常高的，就是武则天的，还有武则天的母亲的，像其他女人这么高的规格，基本上绝无仅有的。那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呢？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，说一说。在钟祥有一座陵墓非常有名，我们就是说的明显陵，我已经去过2次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跟明显陵啊还是有点关系的。明显陵是谁修的呢？就是嘉靖皇帝啊为他父亲修的陵墓，而这一座墓呢，是嘉靖皇帝为他的奶妈修建的墓啊，就是嘉靖皇帝小时候，可能我们说的在古时候啊都有奶妈，除了他母亲，还有个帮他带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月嫂长期带着这个小孩一样的保姆一样的。他这里呢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呀，他这个奶妈深得那个嘉靖皇帝的喜爱。另外呢，嘉靖皇帝也非常孝顺尊重。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嘉靖皇帝确实是很孝顺的。但是我有点奇怪啊，尽管说嘉靖皇帝很孝顺呢，但是给他的那个奶妈修建这么高规格的陵墓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看不到啊。我们说给皇帝修建帝陵那是很正常的，那么给奶妈修建这么高规格的陵墓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这里有石像生，这些石像生比很多明朝的什么首辅那些石像生还规格高，然后还有碧玺驼碑，还有石王柱，然后最后面是封土，就是我们说的封土堆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这么高的规格，但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石像生呢是狮子、马、骆驼、羊，还有那个石人。这里的石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陵墓石人呐，那么一般是文臣和武将，他这里呢是女的，等一下可以看得到。骆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骆驼放在石像生好像是明朝的那个朱元璋的墓前是有的。那羊的话，从古至今基本都有，马呢也有。他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有点憨憨的感觉，但是不像狮子，我看不出来呀，有点像我们说的麒麟，但是又不像。大家猜这个是什么？你看鳞片，这个几百年还在这样的完好无损。墓主人他姓什么呢？姓范，具体的名字没有，但是就是按照记载呢，就是嘉靖皇帝的奶妈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陵墓啊，叫做小皇陵，钟祥的小皇陵，因为规格啊是跟那个皇陵一样的，可以这样说，比很多时候的皇帝陵的陵墓规格还高。为什么？它这里整个占地是15万平方米。这石像呢就是马，这个马呢都是跪立着。为什么会跪立着呢？因为毕竟啊，他不是我们说的皇帝的身份，也不是皇后的身份，所以这里的石像呢，基本都是跪立的。就我们说的嘛，在明朝有一个说法，站立的那个石像生代表皇权，然后那个跪立的代表女的嘛，就是说我们说的男尊女卑，在古代那个时候。可以看到这里的石像呢，全部是那个跪立的，没有站立的，除了后面那个人，那人是肯定要站立的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石像生呢，就是一个女同志，一个女的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也就是说啊，她这个代表着她是服侍嘉靖皇帝。在古代嘛，那个皇帝的话有宫女伺候，还有其他人伺候，她这个呢，其实相对来说比一般的宫女的地位都高啊，因为是皇帝的奶妈。其实讲的通俗一点，就是她跟皇帝的关系比较近。这个呢，比刚才那个还富态一点，然后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。这2个石像生有什么区别呢？大家猜一猜，我们刚才看的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说啊，像这个石像生啊，显示的年纪呢就相对大一点。这个奶妈的，打个比方说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是青年，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快中老年了，并且呢，他这个像这个手臂啊，比那个刚才那个粗壮，整个人呢也稍微富态一点。就是什么？可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打个比方说，嘉靖还是王爷的时候，他可能条件没那么好，但是嘉靖当了皇帝，整个待遇各方面。前面这里呢就是碧玺驼碑，我们平常看碧玺驼碑啊都是一块的，就我们常说的在神道碑亭。然后这里呢，其实在以前呢是有3块石碑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墓啊整体来讲是被盗了，所以呢现在就剩下这1块石碑了，然后旁边的这些可能就是被破坏的。我们看一下上面写了什么。
正一品夫人范氏，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姓范，然后呢是一品夫人，他这个是嘉庆3年，嘉庆39年修的。哇，那这个人年纪相当大呀，活的时间比较长啊，都是被破坏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我们说的碑首，包括这个碧玺驼碑也被破坏了。我们再看一下，他这个墓啊，那个我刚才碰到了一位大叔啊，他这个是管理员。那前面呢，第3个石像啊是麒麟，他刚才说的，因为我没认出来。然后他还说啊，当年这个羊啊，以前被盗过，后来被找回来了。就是那个石羊啊，这地方大家发现跟有点很相像没有？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内明堂，在明显陵有个内明堂，然后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那个外明堂一样的，所以它这个规模啊，跟那个明显陵的设计大概是一样的。内明堂，然后这里呢下面有十望柱，还有那个封土。当然了，它这里是没有灵恩殿，没有那个叫什么方崇明楼的，因为那个确实是皇帝才能用的，不可能给他用的，都是有规制的。尽管说这个地方没有灵恩殿，但是呢，当时呢可能还有些其他的配殿。这个柱子啊，我刚才听那个书讲啊，正常我们平时看那个陵墓啊，不是2座十望柱嘛，它这里呢是有3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它很多也是被破坏了。这个上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雕刻。这个就不是龙了。在这个柱子旁边这里，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它当年这里呢应该是有祭奠的，就是说可能有个房子是相当于类似灵恩殿呐。前面不远处那个土堆就是它的地宫所在地，因为可以看得明显呢，它这里有很多这种基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果然它这里是一个门，是几门？你看这个就是门上的结构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就是这是相当于棂星门那些东西啊，就是上面有最上面呢有一个望天吼，然后1个门、2个门、3个门，一般是4柱3门的结构，这个全部损毁了，很可惜啊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满目的苍夷啊，大家看看这地下都是这些棂星门的一些部件呐，被毁坏了，太可惜了。不过可能到时候这里会修缮好。上面这里呢就是一个地宫，地宫的封土现在是进不去的。按照书来讲的话，它这个墓呢，地宫是保存完好的，没有被盗。这个是经过后面修缮的。它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出来，位置风水也很好，因为是从下面逐层上坡一样的。看这个封土。这封土我们就不上去了，这个是后面修缮的。以前呢，前2年这个封土是没有这么高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很多这种砖呢，所以当年这个封土旁边也是有修建东西的。只要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就我们常说的内明堂，主要是一个是跟内外明堂搭配的，还有呢一点就是说防火的作用啊。并且它这个内明堂跟外面也是连接的，因为它这里啊跟明显陵一样的是有排水系统的。大家别小看这样的陵墓啊，排水系统有一个那个水渠的，等一下在外面就可以看得到。陵墓也是有排水的，这个明显的看出来是那个时代的，所以说它这个跟明显陵啊很相像。我们刚才说它是跟明显陵的设计师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啊，它这个也是连接着外明堂，然后这个就我们常说的是一条水龙一样的，在明显陵那里是被称为水龙啊，它这里不能称为水龙，这里只能叫做我们说的排水渠、排水沟，就是防止地宫啊漏水渗水。它那个水渠啊是有层次感的，上面流下来，